我真的是因为今天这家餐厅，所以才1周都没有更新，就是怀石料理，你们知道吧？然而我们今天吃的是比它还要装逼的川床料理，因为这种店对地理条件的要求都比较高，所以它大多是在比较偏远的山区。今天我们找这家店就在京都山区的深处，它那个地方没有通公共交通，就是你要么开车上去，要么爬2个小时的山爬上去，反正我们也就是跋山涉水，涉水跋山到了这个地方，就当是满足我们夏天最后的好奇心。今天又是什么日子？又是乱花钱的日子。终于到了呀，姐妹们！入口就是这种高级日式庭院的设计，非常喜欢。当然吃川床还是要脱鞋的哈，免得你的鞋子被冲到鸭川里面去。我们这个没有在最上游，但是还是不错了。看到这儿你们就懂了，川床就是指的在河上面搭了一个吃饭的地方。这肯定是我来过最凉快的餐厅。但是问的服务员好像并不能泡脚啊，所以我们还是直接吃饭吧。这是第一个前菜，一堆夏天的食材。这个是血子鱼冻，它吃起来就是鳗鱼口味的果冻，然后是一只裹了蛋黄的小虾，就也没什么特别的。比较奇葩的是这个鳝鱼，皮其实已经给你剥下来了，莫名的有点奇怪。然后是腌制的半截鲶鱼。日本到了夏天，哪家餐厅都会有这个菜。然后是一个三文鱼寿司。我这样说你在河边真的没必要弄海鲜，味道非常勉强。然后这个东西很好吃，它是蛋卷生姜，这是这里面最开胃的一个菜。然后上了一杯小甜虾，还有一杯豆角的沙拉啊，单鸭也算鸭。然后是一小杯水蜜桃汁，不过这个还挺好喝的。然后是一小盆刺身、鲷鱼、鱿鱼、金枪鱼，中间这个草查了一下叫阿尔巴拉菠菜，还是金枪鱼最好吃啊！就是什么季节它都很好吃，而且还是厚切，脂肪也适中。鲷鱼还是一如既往的平淡，就是胀肚子用的。这坨肥肥厚厚的鱿鱼其实还可以，应该是现杀的。然后这个是我最期待的他们家的鲶鱼，因为这个就是在河里面养。这一条鱼看上去一脸懵逼，诶，我做错什么了？阿姨说吃的时候要把这个青汁淋到上面，然后从头开始吃。头的地方因为没什么内脏就不苦，但它实际上苦一点会更香。这个完了之后就是天妇罗了，中间那个是烤麸，就是在关东煮经常吃到的那个。它上面这个好像是玉米粒，还可以撒一点抹茶盐上去。然后这个是鲶鱼幼崽，为什么这么小就要吃人家？因为它好吃。接着是炸虾，外面裹了一层甜甜的脆皮，然后是黑胡椒小和牛，那个黑色的小球就是黑胡椒。原来黑胡椒长这个样子，而且居然是甜口的，好吃。果然还是牛排才有满足感。然后是一个凉菜，血子配梅子酱，什么清奇的搭配，可能这就是夏天才有的吃法吧。然后是一份流不动的流水酥面，有点像我们那个细挂面，但它这个面是冰的，这个碗都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。酱汁就和soba的味道一样，就是可乐兑茶的感觉，还是好吃的，而且吃的这个特别凉快。最后一道是米饭，就是白米饭加鱼苗加味增汤加茶，还有2块腌萝卜，就是感觉越吃越清淡。最后的甜品是西瓜加哈密瓜，你们看这一口，80。然后最后结账的时候还送了我们一把扇子，是一次可爱的体验，9分，很适合来玩一下。夏天就这样吧。卡玩意儿，尼泊尔料理。等一下，它是什么菜啊？其实尼泊尔是个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，更别说这个地方的料理了，我脑子里面一片空白。但是我还是去查了，我网上搜到的图直接把我看饿了。对，它应该不是那种普通的辣椒。于是我就去选了一家东京评分最高的尼泊尔餐厅。又到了吃异国料理的日子啊！它在一个非常破的楼里面，连续4年获得日本的百年店。2017、2018、2019、2022。进店之后的装修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西双版纳的感觉。すみません。16時45分予約した理由です。尼泊尔人说日语，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。像日本人说中文。第一个开胃小菜，我看上去就觉得很辣，不像那些日本料理呀。它其实是一个辣炒羊肉，味道很像小时候学校门口卖的那个5毛钱一包的那个辣条。但是它是肉做的，嚼两下也很像我们四川那个红油兔丁。它这个是真的辣。第二道菜是水球饼，听老板说是尼泊尔的特色小吃，怎么感觉好像在印度的博主视频里面看到过。它就是一堆脆脆的圆球围着一堆蘸料，初生牛肚不怕火，拿起一颗球灌满蘸料，一口塞进了我的樱桃小嘴。干净又不能说，咬开那个脆壳的感觉特别像山东煎饼里的薄脆。然后紧接着就是烧烤调味的汤汁和咖喱味的土豆泥，它还带了一点柠檬的酸味和薄荷，但它几个味道还是挺配的，像是菠萝海鲜炒饭这种派系，像一个开胃小菜。我发现这个小菜的吃法了，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球里面，辣炒羊肉配水球饼，我操，有点意思呀。下一个菜是鸡蛋肉饼，它在盘子里看起来莫名的普通又自信，看得我满脸疑惑，好像跟我们国内的一样。吃之前我以为它会和四川的锅盔一个味道，但它其实是那种比较松软的孜然咖喱味，就很吸味，但它可能更像柔软版的锅盔，但里面换成了烧烤咖喱味的猪肉馅儿，还挺好吃。芒果奶吸到了，没什么芒果。我确实想感叹一句，尼泊尔料理比我们之前吃的地中海料理好吃多了，没有拉踩的意思，主要是这2个菜系都用了很多香料，但是尼泊尔的搭配我更喜欢。接下来就是非常出名的尼泊尔饺子，又是完全没有吃过的味道。它其实这个设计和灌汤包有点像，只不过它这个汤在外面，因为它那个饺子里面也是汤，吃进去先是那个薄荷的味道，然后是经典的烧烤味，再是有一点肉馅里面酸菜的味道，就是饺子的部分特别像泰国的冬阴功酸菜饺子，非常的吃不腻，甚至有点像韩国菜。我觉得他们家有个特点，就是看起来都特别丑，但是味道就都是让你难以想象的那种美味。果然我的预判很准，这个菜还是很丑。尼泊尔人炒沙干，哇，这个吃起来真的就新疆味了，口
感像是先卤后炸的乐山串串，但是这个更干。要非常注意的是他们家那个辣椒，真的要小心，它大概是小米辣的4、5倍的辣度。我有个四川人颜面扫地。下一个菜是炸蔬菜，这个吃起来像韩国泡菜饼，油香蔬菜，活不到150了。下一个菜长得很像印度的芝士馕饼，然后我跟你说这个味道巨奇妙，我来形容一下，就是它像东北糖里面加了芝士，然后有一种很浓烈的水果味，就是它不仅有奶香，它还伴随着一股介于蓝莓和百香果之间的水果味，有点接近香蕉或者菠萝味的印度飞饼，深入舌根的奶香味。这家店不愧是拿了4年的百名店，太惊喜了，这个味道。最后一个端上来的菜是他们家的主食的主食，中间那个造型，它这个吃法好像还有点复杂，大概就是用中间那个糊就着各种配菜吃。它这个特别适合没有牙齿的人吃，它不需要咀嚼就可以很顺利的滑进你的食道。这算精致碳水吗？羊肉咖喱吃起来特别像国内的烧羊肉，就是这一圈菜吃下来都有一种莫名的咖喱味。现在我感觉空气里都是咖喱味。好啦，每次吃这种异域料理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可能体验不同味道的旅程才是最开心的吧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我们吃了这么多才吃了7000块。哇，家人们别管了，我以后就住在日本的居酒屋了。虽然我喝不来酒，但是你们都知道，现在的居酒屋为了招揽生意，菜都做得特别的认真。所以今天我们又去找了一家好吃的，顺便把好姐妹甜甜也叫上。又到我吃小姐姐吃烧鸟的日子。就是这样一家街边的小店，看样子好像还挺热闹的。我们6点就来了，害怕吃不上。店里的小姐姐真的很多，我还以为都是日本大叔呢。我们3个人把他们家所有特色菜都点了一遍。第一个小菜我就惊了，是肉末豆腐，这个肉末的量好给力，它像我妈妈煮的肉丸子汤的那个味道，它里面还放了一些姜末去腥，特别怀念这个味道。然后这个是店长推荐的蛋黄酱半熟鸡蛋，它是用蛋黄酱把一整个调味鸡蛋给包住，浓郁的蛋黄酱加上细腻的鸡蛋鲜味，一整个大开胃的动作。它里面加了一点点的酒味。然后我们的第一个串是一个稀少部位，是鸡的胃袋的外面的部分，它吃起来特别的硬，虽然第一口有点像吃鸡心，但它比鸡心更脆更硬，它其实是介于鸡胗跟鸡心之间的那个口感。这个是鸡心的根，跟鸡心是完全不同的口感啊，因为是血管，所以很有弹性。就它不是那种脆脆的内脏感，就是上面的芥末酱太冲了。接着是一盘可爱的快乐鸡胸肉，鸡胸肉就很考验师傅的功力了，其实用筷子一夹就能感受得出来，像鸡腿肉那样软嫩就很好，这一坨是很到位了，这个就是鸡胸肉最好的做法。然后到了我的最爱，店长管这个菜叫麻婆青椒，里面塞满了一大坨麻婆肉泥，它真好辣。我感觉老板真的很懂四川料理，他肉里面加的是豆瓣酱那种辣，日本人吃的应该会直接升天吧。赶紧上了一份温柔的菜，炭烤牛油果，中间他加了一点甜醋，我们再挤上一点柠檬，哇，一大坨，最好蘸一点醋。我和甜甜的一致评价是它真的很像炭烤小土豆，是不是因为牛油果熟了之后就没有那个味儿了？接着是大葱鸡腿肉，但是说个题外话，这个服务员有没有很像赵又廷？真的有点像了。哎，说回来这个菜，鸡腿肉真的是居酒屋的基本功啊，还好这串肉大汁多，一定要把鸡腿肉和葱一块吃啊，因为葱里面的汁水其实是很多的，特别爽。好，又该吃辣的了，来看看这个，它是裹满了面包屑跟海椒面炸鸡腿，掰开之后里面水分锁的还不错，那不能干杯就干个腿吧。我觉得这个味道川妹子应该会很喜欢，它这个味道调的像六婆海椒面。接着是一盘鸡中翅，黑胡椒口味的，外边其实看不出来什么，这种肉多的东西还要拆开看里边，看到这个油肉分离的瞬间了，好爽呀！好肥啊，这个特别的好吃，这个惊了。最后是一盘特别饱满的鸡肝，这个头部为什么这么大呀？应该很过瘾，里面果然还是生的，像棉花一样挤在了你的嘴巴里面，它那个皮就跟我的脸皮一样薄，非常满足的一顿饭。我感觉接下来可以天天吃居酒屋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看样儿。怎么是这个颜色啊？玩归玩，闹归闹，看吃饭从来不迟到。今天我们终于要挑战一些好玩的餐厅了。这家店叫仙人小屋，它是家专门吃鹿肉、熊肉的地方，但是他们家所有的肉都是在日本合法养殖的，所以不会对大自然造成任何的破坏。不要问我为什么这家店又在深山里面，因为他家的养殖场就在深山里面啊，而且他家还罕见的不能预定，又因为熊肉每天是限量供应，所以我们只能早上7点钟就过去排号。幸运的是排到了第一个，我现在就等他叫我的名字。嘿，我们来的时候正好在下雨，所以今天只能参观猪圈。那个阿朱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店里的入口就会给你来一下，不知道是雕像还是标本，反正挺瘆人的。菜呢就是放在门口的一个板子，还有咖喱，熊肉咖喱。我们就点的是雄鹿的烤肉套餐，它这个颜色长得真的很奇怪。我们先来烤一片鹿肉吧。鹿肉在我们之前的视频里面其实已经吃过很多次了，这次我们还特意挑的是脂肪比较多的那种，就烤出来的味道会比普通的鹿肉更香。枸杞乌骨鸡汤，你们知道那个味道吧？鹿肉本身就很接近那个味道，而且烤出来也不会觉得很柴，反而脂肪的那个地方特别的下饭，可以在快要烤好的时候撒一点椒盐，虽然味道也很好，但这样就吃不出来鹿肉本身的鲜味了。这是一坨特别肥的鹿肉，我可能吃起来超香。好喝。
再来看看我们的熊肉，看上去就觉得很一般，你用筷子把它夹起来你就知道，这个肉肯定很柴。我不确定是那个汤汁的味道还是熊肉本身的味道。我来试着客观的描述一下那个味道哈，就是特别的难吃，像过了一遍水的该牛肉。我们再试一下直接烤的，这几片肉就是没经过任何的调味，烤熟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觉得看起来很像牛肉？但它比牛肉难吃多了，它像是把阿司匹林磨碎了之后涂抹在了肉上面。这次我们是按照老板娘推荐的方法来吃了。肉非常的坚实，而且越嚼越苦。这 0.5 倍速吗？就算你撒了椒盐也盖不住那个苦味，感觉嚼完一片之后我连咬肌都练出来了。不好意思打断一下，拍个封面。所以总结一下就是鹿肉真的很好吃，熊肉我个人是不推荐了。我感觉我现在嘴巴里都留着那个鹿油的香味。阿基推荐指数：鹿肉9分，熊肉5分，就这样吧，卡玩意儿。